今天我们要揭开最新10大睡眠杀手排行榜。很多人以为睡不好只是压力大的问题，但事实上，餐桌上那些看似普通的食物才是毁掉你睡眠的真凶。睡眠研究甚至警告，有些东西比喝浓缩咖啡还伤神经。失眠人群、浅眠族千万要当心。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排名第一的竟然是每天晚上几乎人人都在吃的东西。现在就让我们一步步揭晓，看看哪些食物悄悄偷走了你的好眠，它们又为何如此可怕？在开始倒数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个关键概念：睡眠干扰指数。简单说，就是一种食物进入身体后扰乱睡眠激素、神经系统或体温调节的综合能力。有些食物不含咖啡因，但一样让大脑亢奋；有些食物看起来清淡无害，却会让消化系统在深夜持续运转，让身体根本没办法进入休息模式。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就会更惊讶于接下来榜单里的那些隐形睡眠杀手。现在从第10名开始，排在第10名的是辛辣食物，包括辣椒、花椒、芥末、咖喱这一类重口味调料。也许你会觉得奇怪，辣的东西怎么会影响睡眠？别误会，辛辣食物排名靠后不代表它无害，只是相比后面那些更狡猾的对手，它的破坏方式比较直接，也比较容易被察觉。辣椒素进入身体后会刺激体温上升，而入睡的关键条件之一正是核心体温的下降，体温上不去降，大脑就不会发出睡眠信号。研究发现，晚餐吃下辛辣食物的人，入睡时间平均延长了将近20分钟。更麻烦的是，辣椒素还会刺激胃酸分泌，导致胃食道逆流。很多人睡到一半突然胸口灼热，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就是晚餐那碗麻辣烫在搞鬼。营养师常提醒，晚餐之后4小时内吃辛辣食物，等于在跟自己的睡眠过不去。如果真的喜欢重口味，建议把辛辣菜肴挪到午餐享用，晚上改用姜、葱、蒜这类相对温和的调料替代。睡前如果肠胃已经有灼热感，可以喝一小口温牛奶缓解，但千万不要喝冰水，反而会加重刺激。第9名是各种高糖甜点，蛋糕、布丁、冰淇淋、软糖这一类。很多人睡前喜欢来点甜的，犒劳自己，觉得这是放松的仪式感。然而，甜点对睡眠的破坏堪称温柔的刀。吃下甜点之后，血糖迅速飙升，身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压制血糖。看起来好像没事，但随后血糖快速下降，身体会误以为出现低血糖危机，启动应激反应，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来救场。这2种激素正是让人清醒、心跳加速的东西。等于在睡前点燃一颗警报弹。临床睡眠研究发现，睡前2小时吃高糖食物的人，深睡比例明显下降，半夜惊醒的频率也更高。更糟的是，很多人睡不着就更想吃甜的，又吃又睡不着，形成恶性循环。建议真的嘴馋时，换成一小把无糖坚果或者几片低糖燕麦饼，既满足口欲，又不会引发血糖震荡。第8名是加工肉类，包括香肠、培根、火腿、热狗这些。很多人晚餐喜欢煎几片培根，切几条香肠配饭，觉得简单方便又美味。但加工肉类里有2个睡眠杀手，一个是酪胺，一个是高盐。酪胺是一种氨基酸衍生物，会刺激大脑释放正肾上腺素，也就是让神经保持警觉的物质。吃下含酪胺的食物，等于在大脑里打开一盏不关的灯，让思绪一直转。高盐则会让身体在夜间频繁想喝水、频繁起床、上厕所，把深睡一次次打断。加工肉类通常还含有亚硝酸盐防腐剂，部分研究指出，这类物质可能干扰褪黑激素的合成，也就是直接削弱你的入睡信号。营养师建议，晚餐的蛋白质来源尽量换成新鲜鱼肉、豆腐或鸡蛋，既好消化又不会给神经系统添麻烦。第7名是熟透或过甜的水果，特别是香蕉、榴莲、荔枝、芒果这一类。等等，水果不是健康食品吗？怎么也上榜了？别急，问题不在于水果本身，而在于吃的时机和种类。熟透的香蕉糖分极高，荔枝和芒果的果糖含量同样不低，榴莲更是含糖又高热量，号称水果界的奶油。这些水果在睡前吃下会引发一波血糖震荡，原理跟吃甜点类似，都是让血糖先冲高再骤降，触发身体的应激机制。除此之外，榴莲本身含有硫化物，会让部分人肠胃胀气，夜间消化负担加重，胀气感让人辗转难眠。
水果干更危险，体积小，糖分浓缩，一把葡萄干下肚，相当于吃了一整串葡萄的糖分，血糖冲击毫不手软。建议睡前若真的想吃水果，选奇异果或酸樱桃这类低糖且含天然褪黑激素的品种。研究发现，睡前1小时吃2颗奇异果，连续4周，入睡时间明显缩短，睡眠品质也有提升。第6名是巧克力，尤其是黑巧克力。很多人以为睡前来一片黑巧克力可以放松心情，这个想法只说对了一半。黑巧克力确实含有少量有益物质，但问题在于它同时含有咖啡因和可可碱这2种神经兴奋物质。一片约30克的黑巧克力，咖啡因含量约12毫克，可可碱更高达130毫克以上。可可碱的作用类似咖啡因，但代谢速度更慢，在体内停留时间更长。也就是说，睡前吃下一块黑巧克力，兴奋效果可能持续到凌晨2、3点还没散去。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影响更是翻倍。曾有睡眠实验让受试者在睡前6小时分别摄取巧克力和安慰剂，结果吃巧克力那组的深睡时间减少了将近 10%。如果真的喜欢睡前吃点零嘴，不妨换成1小匙南瓜子。南瓜子富含镁和色氨酸，反而有助于放松神经，促进褪黑激素合成，是少数真正对睡眠友善的零食。现在进入前5名。第5名是起司、成年奶酪这一类发酵乳制品，这又是一个让人意外的名次。很多人觉得起司是优质蛋白质，睡前补充一下也无妨，但问题跟加工肉类类似，起司特别是成年品种如切达、帕玛森、布里起司含有大量酪胺。我们前面说过，酪胺会刺激神经系统保持警觉，成年发酵程度越深，酪胺含量越高，对睡眠的干扰也越大。更棘手的是，起司的脂肪含量很高，消化速度慢。睡前吃下高脂食物，消化系统要工作好几个小时，身体核心温度难以下降，大脑没办法顺利切换到睡眠模式。很多人睡前吃了一块奶酪配红酒，结果躺下去脑袋清醒得很，翻了2个小时才睡着。其实正是这2个原因叠加的结果。营养师建议，如果喜欢睡前摄取奶制品，换成温热的低脂牛奶是更好的选择。牛奶含有色氨酸，有轻微助眠效果，而且脂肪较低，消化负担小得多。第4名是酒精，尤其是红酒和烈酒。很多人深信睡前喝1杯酒可以帮助入睡，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错误认知。酒精确实有镇静效果，可以让人更快昏昏欲睡，但它破坏的是后半段睡眠。酒精在肝脏代谢时会产生乙醛，这种物质会抑制快速动眼期睡眠，也就是做梦、记忆整合和情绪修复发生的睡眠阶段。睡眠研究发现，睡前饮酒的人前半夜睡得比较沉，但后半夜深睡比例大幅减少，快速动眼期被严重压缩。结果就是睡了8小时还是觉得没睡够，起床后脑袋昏昏的，情绪容易烦躁。更麻烦的是，酒精有利尿作用，后半夜频繁起床上厕所，把本就残破的睡眠再切碎几块。长期依赖酒精助眠的人，一旦停止饮酒，反弹性失眠会更严重，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营养专家建议，如果真的需要睡前放松，可以改喝洋甘菊茶或含镁的温热饮品，效果更温和且不伤睡眠结构。第3名来了，它本身不含咖啡因，却会从根本上破坏你的睡眠品质，那就是高油脂的油炸食物和重口味外卖，包括炸鸡、薯条、油炸臭豆腐、麻辣烫这一类。也许你觉得这些东西不都是晚上宵夜时间最爱点的吗？没错，正因为如此，它才危险。高油脂食物的消化需要极长时间，通常需要4到6小时以上。晚上9点吃下一份炸鸡，到凌晨1、2点，消化系统还在满负荷运作。身体消化时需要维持较高的核心体温，这跟入睡所需的降温机制完全对立。胃里装着一堆油炸物，消化系统一直没办法休息，身体也没办法真正进入深睡。除了油脂问题，高油外卖通常盐分极重。前面已经提过，高盐会让人半夜频繁口渴，起身喝水。重口味还会刺激胃酸，卧躺时更容易逆流，让人胸口不适。有睡眠专家形容，宵夜吃重口油炸，等于给消化系统布置了一道做不完的功课，身体怎么可能好好休息？建议如果真的需要在晚上吃东西，选择少油少盐的清蒸鱼、水煮蛋或1小碗清汤豆腐。
既不给消化系统添负担，也不会干扰睡眠激素的节律，终于来到第2名。毫无悬念，含咖啡因饮料强势占据亚军位置，包括咖啡、浓茶、功能饮料、可乐，还有很多人没意识到的绿茶和磨粉制品。很多人知道睡前不喝咖啡，但却忽略了咖啡因的代谢时间远比想象中长。咖啡因的半衰期约5到7小时，意思是你下午2点喝了一杯咖啡，到晚上9点睡觉时，体内仍有将近一半的咖啡因还在活跃。对咖啡因代谢较慢的人，影响更是延伸到深夜。功能饮料是更危险的地雷，因为它除了咖啡因，还额外添加了硫磺酸和瓜拿钠萃取物，两者叠加，兴奋效果更持久。曾有研究让受试者在睡前6小时分别摄取咖啡因和安慰剂，结果摄取咖啡因的那组深睡时间减少了将近1小时，而受试者本人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睡眠受到了影响。这才是咖啡因最可怕的地方，它让你以为睡得还好，其实睡眠品质早已打折。绿茶和磨粉看似温和，但每杯绿茶约含20到30毫克咖啡因。磨粉制品因为是整片茶叶磨成的，咖啡因含量更高。很多人下午喝一杯磨粉拿铁，觉得很养生，却不知道这正是入夜后辗转难眠的元凶。营养师建议，下午2点之后就应该避开所有含咖啡因饮品，想提神可以改喝无咖啡因的路易波士茶，或者直接补充1小杯冷水。有时候疲倦感来自轻微脱水，而不是真的需要咖啡因。现在终于到了第1名，很多人从头看到这里，以为第1名会是某种特别奇怪的东西。其实不然，冠军就是宵夜本身。更精确的说，是睡前2小时内吃任何正餐或大量食物这件事。不管你吃的是白米饭、面条、面包、饺子，还是任何看似无害的食物，只要时间点错了，一样是头号睡眠杀手。也许你会想，不就是晚上多吃了点，有那么严重吗？比你想象的还严重。睡前进食会强制消化系统进入工作模式，胃部排空需要时间，肠道蠕动需要能量，肝脏要处理营养素，这一整套流程都跟睡眠所需要的身体降温、心率放缓、器官休息完全背道而驰。更关键的是，进食会影响昼夜节律，身体有一套内建的生理时钟，感应到食物摄入，就会以为现在还是白天的活跃时段，进而抑制褪黑激素分泌。褪黑激素是让你产生困意的核心激素，吃宵夜等于在告诉大脑，现在不是睡觉时间。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习惯在睡前2小时内进食的人，失眠风险比不吃宵夜的人高出超过 40%。他们的深睡时间平均减少将近1小时，快速动眼期也明显缩短。长期下来，记忆力、情绪稳定性和免疫功能都会受到拖累。更令人担忧的是，吃宵夜的时机和睡眠品质之间存在恶性循环。睡不好的人更容易在夜间感到饥饿，因为睡眠不足会让体内的饥饿素升高，瘦素下降。越睡不好越想吃，越吃越睡不好，两者互相强化，难以打破。很多人觉得自己就是饿，不吃没办法睡，但其实这种饥饿感很多时候是假性饥饿，是大脑疲惫后的错误信号。试着喝一杯温水或温热牛奶，等15分钟，饥饿感往往会自行消退。如果真的需要吃点东西，分量要极少，选择好消化、低糖低脂的食物，比如1小颗水煮蛋、几片无盐饼干，或者1小把杏仁。绝对不能吃1整碗泡面、半盒剩饭、1大份炒饭。那种分量对睡前来说，就是把整个消化系统的警报全部拉响。宵夜这个习惯才是真正藏在日常生活里最难被察觉却破坏力最强的睡眠杀手。它之所以排名第1，正是因为它太普遍、太日常，几乎每个人都做过，却几乎没有人把它跟失眠联系起来。看完这份排行榜，我们不禁发现，毁掉睡眠的凶手从来都不只是压力和焦虑。很多平时吃起来毫无感觉的食物和习惯，正在悄悄侵蚀你的睡眠品质。对一般人而言，偶尔一次宵夜或睡前吃巧克力，可能只是多翻几下身，但长期反复踩这些地雷，睡眠结构会逐渐崩坏。白天的专注力、情绪稳定性和免疫力也会跟着一起出问题。对本来就有失眠困扰、浅眠或睡眠呼吸问题的人来说，这些饮食地雷更是必须时刻提防。幸好我们也不是全无对策，认识了这些食物的影响之后，可以用几个简单原则来保护睡眠。
比方说，晚餐尽量在睡前3小时结束，给肠胃留足消化时间。睡前若真的需要吃点东西，分量要少，选择好消化的食物。下午2点之后，避开所有咖啡因来源，包括绿茶和磨粉。睡前1小时改喝洋甘菊茶、温牛奶或含镁的饮品。还有，把辛辣重口味的菜挪到午餐，而不是晚餐。最后一道，最后提醒大家，睡眠的修复就像给手机充电，插上电源是必要条件，但如果充电时一直开着高耗电的程序，充了一整晚也充不满。那些让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在夜间持续运转的食物，就是你睡眠充电时强行开着的程序。从今天起，练就对睡眠友善的饮食直觉，吃得聪明，睡得踏实，白天才有真正的精力去面对一切。